上一世，我被诬陷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奖学金生，被判终身监禁。提供证据的是我自己的女友，出庭指证我的是我的父母。在监狱里的20年，我始终抱着一丝希望，他们这么做一定有苦衷。出狱那天，他们为我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接风宴，可我再次睁眼时，却成了一缕孤魂，看着我因愧疚自杀的头条新闻。再次睁眼，我竟回到了一切开始的那个夜晚。既然他们执意要把我塑造成恶魔，那好，我就索性闹一场大的，在全网直播面前当众晕倒住院，让他们再也无法栽赃陷害。我点击开启直播，然后像疯了一样狼吞虎咽地吃起街边小摊的芒果。这男的疯了吧？摊主都看傻了。这开播方式绝了！观众蜂拥而入，我开始倒数。时间一到，我应声倒地，口吐白沫。黑暗吞噬了我。我晕倒的瞬间，直播间彻底炸开了锅。真的假的？这哥们是疯了吗？嘴唇肿胀，呼吸困难，浑身起疹子，这是过敏性休克。快打急救电话！水果摊摊主的表情从愤怒转为惊恐，踉跄着后退，双手举起做投降状。黏腻甘甜的芒果汁沾满双手，嘴里充斥着甜腻又苦涩的味道。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拉着他们每一个人下地狱。救护车的警笛声是我听过最美妙的声音。医护人员朝我跑来时，摊主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声音颤抖：“小伙子，不管有啥事儿，都犯不着这样啊！你要是死在我这儿，我这辈子都没法再卖水果了。”他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。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在这一刻给予我的善意，比我家人一辈子给的都多。这讽刺让我窒息。我攥紧他的手，声音绝望而沙哑：“大叔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求你了，把直播一直开着，直到医院。”混乱中，我趁人不备，从他的摊位上摸了一把小水果刀，悄悄塞进了口袋。直播间里既有支招的，也有嘲讽的：“哥们，别被他赖上付医药费，不值当。这摊主也太倒霉了，遇上这么个疯子。等等，这不是我同事吗？他平时挺内向的啊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”看到最后那条评论，我的心又抽痛了一下。残酷的是，上一世唯一相信我清白的，只有我的同事们。那天我下班刚到家就被逮捕，指控是谋杀。我以为只是个误会，很快就能被放出来。直到父亲来探视我，他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命令：“朱利安，别顽固了，认罪吧。作为你父亲，我不能再包庇你了。”我当时只是茫然地看着他，完全不知所措。负责案子的警探迈尔斯是个执着于正义的人，他揪住我的衣领，眼睛因愤怒而布满血丝：“你这个混蛋，你知道吗？他才18岁，刚考上大学。”指向我的证据完美的无可挑剔。我自己的女友克洛伊提交了我威胁并绑架受害者的视频。摊主犹豫了。我把手机攥得更紧，对着试图移动我的医护人员大喊：“不让我继续直播，我就不去医院。”2个医护人员上前想控制我，我毫不犹豫地掏出水果刀，眼神因绝望而疯狂：“你们再过来，我就当场自杀。”直播间彻底沸腾了。我靠，这男的到底经历了啥？看起来是真的崩溃了，那眼神不像是演的。他完全疯了。我认识他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房子车子都准备好了，这实在说不通啊。摊主内心 OS： 完了，刀也是我的。一辆警车驶来，从车上下来的人让我浑身僵硬。警探迈尔斯大步走来，眉头紧锁，但声音保持着冷静平稳：“小伙子，不管出了什么事，警察都会帮你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”他的话让我浑身一颤，喉咙发紧。直播间瞬间安静下来。上一世就是这个人把我送进了监狱。摊主连忙上前：“孩子，我保证直播一直开到医院，求你了，别伤害自己。”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我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握着刀，我谁都不信。
直播，全程直播，观看人数瞬间突破2000万。摊主答应下来，接过了手机。我终于被抬上担架，送进了救护车。直播间里已经开始疯传各种深层阴谋的猜测。去医院的路上，警方核实了我的身份，联系了我的父母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是父亲打来的。摊主把手机递过来，我点了点头。朱利安，你真让我失望透顶，你还不如死在医院里算了。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喜欢闹事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上网给所有人道歉，不然今晚就别想进这个家门。我还没来得及回应，他就挂了电话。直播间里众说纷纭，有人觉得我父亲说的对，也有人觉得他冷酷的令人发指。和我们同乘一辆救护车的迈尔斯警探低声咒骂，真是个冷血的混蛋。我听到了他的话，转头看向他，真相就在嘴边。可谁会相信我呢？视频里的人长得和我一模一样，警方已经确认不是伪造的。我自己的父母都出面指证我，什么样的父母会陷害自己的亲生儿子？迈尔斯警探对上我的目光，眼里闪过一丝思索。我想起了那个刚上大学的女孩，回忆起那个夜晚的细节，朝她勾了勾手指。我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。迈尔斯警探猛地站起身，头撞到了救护车的车顶。他的表情铁青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点了点头。这一次，看他们还怎么栽赃我。我躺在病床上，输液管里的液体匀速滴落，像是在为我的命运倒计时。直播间里满是无聊、想红想疯了、炒作失败的评论。但我已经赢了，我有2000万个证人。直到我看到手机上的时间，一股寒意席卷全身。晚上8点31分。就是这个时间，我噩梦开始的时间，视频的时间戳。就是这一刻，我把那个女孩拖进门，撕扯她的衣服，说着恶毒的话。如果重生后我有更多时间，也不会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。我的父母没有来，克洛伊也没有来。一直陪着我的摊主脸色越来越凝重。孩子，或许他们有自己的难处，他试图安慰我，可能只是一时糊涂，别想太多。想吃点什么？难处。是啊，难处。直到他们为我喝下毒药的那一刻，我还愚蠢地相信他们是被威胁了，这一切都是某个更大阴谋的一部分。可他们杀了我之后，立刻就把我的尸体火化了，还告诉媒体我是羞愧而死。直播可以关了，我对他说。摊主疑惑地看着我，这时他的手机响了。他接起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：“我是迈尔斯警探，朱利安，萧醒着吗？让他接电话，他一定一直在看直播。”我没有接手机，只是对着镜头淡淡一笑：“警探，你想知道我怎么知道的？几天后你就会有答案。”直播间里问号刷屏，我结束了直播。但电话还在接通中，迈尔斯警探的声音充满怒火：“如果你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为什么不阻止？他才18岁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”我接过他的话，声音异常平静。这句话，他在上一世的审讯中曾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起。我的人生也曾刚刚开始。我刚还清房贷车贷，正要向克洛伊求婚。可到头来，我被所有爱的人背叛，在牢笼里度过了20年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从未怪过他们。出狱后，我只想和他们安安静静地过日子。可他们从来就没想让我活。警探，我轻声说，眼眶开始发热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挂了电话，看向摊主，大叔，我想吃一碗面条。他立刻站起身，准备跑去买，却又坐了回来。他拿出手机点了些东西，然后递给我，来，你想吃什么自己选，我请客。希望你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迈不过去的坎。上一世，我忙得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，直到第2天才想起。5天后，我就被逮捕了。病房里光线昏暗，但这一刻，我感觉人生中第一次有一束光照了进来。我吃着面条，摊主看着我，眼里闪着泪光。我女儿，他轻声说，她今年刚上大学，
现在在送外卖，想帮我减轻点负担。我的血液瞬间冻结。那个死去的女孩，她也是在送外卖赚零花钱。这不可能是巧合。她比我坚强，我只能这样安慰她。她是个勇敢善良的好孩子。午夜时分，输液结束，我回了家。摊主接到一个电话后，匆匆离开了。临走前，我把身上所有的现金都塞进了他的口袋。我打开门，公寓干净整洁，和上一世一模一样。克洛伊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地嘟囔：“怎么才回来？肯定累坏了吧？”他伸手抱住我，我的身体瞬间僵硬。我不敢闭上眼睛。就是他的视频，让我坐了20年牢。我像往常一样吻了吻他的额头，然后去洗漱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房间里回荡着他熟悉而平稳的呼吸声。我拿起他的手机，悄悄溜出家门，冲向我最好的朋友福林家。他一开门，我就把手机塞给他，把里面所有东西都备份到我的云盘，再装个定位器。福林打着哈欠揉眼睛：“朱尔斯，哥们，这么急干嘛？克洛伊出轨了还是咋地？5万块。”我语气平淡：“干不干？不干我找别人。”“干，干。”他开始忙活，我则躺在他的沙发上睡着了。凌晨5点，我拿回了手机，顺便给克洛伊买了早餐回家。福林的话在我脑海里回响：“兄弟，我都查过了，里面啥都没有，你就是想多了。”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在焦虑中度过。我立了一份遗嘱，并且做了公证。本人去世后，所有财产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。第5天，我正在上班，迈尔斯警探走到我的办公桌前，表情凝重：“朱利安·肖，你涉嫌一起强奸谋杀案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